好，我们今天来解读一下钢四新 DLC 有关匈牙利国策的开发日志。首先从第一张图能看出这个霍尔蒂的肖像已经改了。然后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匈牙利从奥匈到二战的历史，这段历史大家可以自己了解一下。匈牙利开局的民族精神有4个，其中3个感觉都是争议就这个特里亚农条约扣的军工建造速度有点多。在开局的时候，霍尔蒂海军上将是摄政王，与这个根伯什首相分享权力。可以看到这个霍尔蒂的属性已经更新过了，光看开局的话，这2个人属性加起来好像都没啥用，还是得靠后续国策来强化一下。这边先展示了一下工业线和军事线，都没啥好看的，反正就是刷点工厂刷点卡。这边给的卡还是挺多的，而且下面这个杰尔计划，它好像每个决议都能给点东西比如投资这个什么亚细亚工厂他居然给2张火炮卡，这个也太离谱了。要是按他这么来的话，那我们投资飞机场是不是得给个飞机卡呀？他这边还有造发动机的厂拆坦克的厂，应该都是给一堆卡。然后就是史实国策了。史实线的话，第一个是继续摄政，然后巩固霍尔蒂之治。它下面并没有讲这个史实线有哪些东西就截了4个国策。我们可以简单根据这张图来推测一下。首先巩固霍尔蒂之治给了他 10% 的政治点，算是一些小加成。这个禁止政党的话是要等这个根伯什久落已去世。根伯什久落首相逝世是一个事件，关于这个人的肖像下面也有，我也专门查了一下，他是在这个1936年10月份去世的。当他去世之后，我们有3个选项，一个是整合民族捍卫协会，一个是解散这个法西斯分子，或者是让法西斯分子随意活动。这个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分支线来算的，因为有一条分支线是走这个黑线，走黑线的话估计就得支持一下法西斯了。不过我们走中立线的话肯定是点上面的。感觉这边几个国策都是来巩固自己统治的，右边还有一个发勋章的国策，估计能给我们加强点实力。然后这个重设南山军就不知道了，这个国策我查了一下，人家叫衣衫褴褛的卫兵他直接翻译成南山军了。根据描述就是一支民兵武装曾经还和这个霍尔蒂的国民军并肩作战过。他们主要就是抵抗这个奥地利的警察因为这个条约签完之后要把这块地割给奥地利他们不愿意。突然感觉这一连串的国策好像都没啥用就下面这个撕毁特里亚农条约有那么一点用。再往下的话应该就是找盟友了，左边是找这个意大利和意大利结盟，右边就是找德国结盟。和意大利结盟还要保护奥地利，这不是找死吗？能打得过德国吗？最后这一片国策应该就是吃地的了，他这边都写着索取，那就直接要地呗，能要到南斯洛伐克、卡尔巴阡、特南西瓦尼亚，然后布尔根南弗伊弗丁纳，最后宣告大匈牙利成立。从下面这个图也能看出来我们要的地基本上就是匈牙利上面这块斯洛伐克、卡尔巴阡右边特南西瓦尼亚一整块，然后南斯拉夫这边要一个弗伊弗丁纳，奥地利这边要一个布尔根南，恢复到我们开局的状态好像在我的记忆里匈牙利的版图一直是这样的，只有在这个打输了一战的伊夫线里面它是微缩版的。接着来看右边一点的黑线，走黑线的话开局要颠覆掉霍尔蒂让这个根伯什久落来当摄政王。在成功之后还会有一个新的事件，是这个费伦茨发动政变。这边有2个选择有一个选择是让费伦茨当首相，另一个应该就是这个根伯什久落了。可能是这个黑线实在太公式了，作者都懒得介绍了，就直接放了一些截图，我们可以看一下相关的 buff。这几个 buff 感觉就是蚊子腿有点太保守了。
没有南美 DLC 那么奔放了。这边阿帕德的基业者给了对主要国家的武功10防，怎么感觉还不如俄罗斯的谢苗洛夫呢？总的来看，这些国策是都没啥用。图南猎人给了10攻15防，但它是核心攻防，出了国就没用了。然后列祖列宗之地看着很吓人啊，给了160个宣称，但是你没给核心啊，你没核心不是搞笑吗？还扣我失误稳定，直接把自己给干废了。只能说这个图南祖宗是不找也罢，你又不给核心有啥用啊？好，总算到了本期日志的精彩部分，无敌的倒车线。按照批设的公式，他国策做倒车必然是强的离谱。我们来看看这次有多离谱啊！从介绍来看，倒车线有5条，有6个领袖可以选出来。这边展示了4个，上面这个轮廓也能看出来啊，明显是有5条线的。第一个介绍的是最右边这条线，法西斯君主啊，这位是梅克伦堡，他有一个额外的决议叫整合梅克伦堡。说到这边突然有点好奇，你这个梅克伦堡它到底在哪儿？打开游戏看了一下，在德国最北边。那我匈牙利和整合梅克伦堡有什么关系？难道小猴子还能把这块地送给我不成？又看了一下旧版本的匈牙利国策，和这个新版也差不多啊，也是能推选这个梅克伦堡，但它并没有这个整合梅克伦堡的决议啊，所以这个决议还是有一点匪夷所思的。然后就是民主制的君主线了，这2个词能放在一起也是不容易啊，还特地强调了一下不是唯一的难线。按照批设的公式，肯定是专门准备了一条烂怂民主线的，所以我们还是能期待一下这个民主制的君主线啊，可操作的范围多一点，比如公投收复失地，这边有一个国策，我们可以让这些失地直接公投自己回来，都不用我们打了啊。还有这个核工程，这个不知道是啥了。然后罗马尼亚建立共主联邦啊，组成匈牙利罗马尼亚，后面还专门弄了个括号啊，也许卡尔威廉5世在登上匈牙利王座后，没准还惦记着他的瑞典王位继承权。看样子这个卡尔5世好像有点东西啊。我简单查了一下，这位居然还是个瑞典亲王。你说他一个瑞典人怎么就跑到匈牙利当国王了？难道我们回头还能把瑞典给一起连统不成？按照倒车线的强度应该也是有可能的，毕竟这个王位继承权在批设的其他几款游戏里面还是挺有用的。如果以上这些选项都没能入你的眼，同时还不想要哈堡君主，那可以考虑一下霍尔蒂啊，我们摄政王直接自己当皇帝啊，或者比霍尔蒂本人更受欢迎的儿子啊，霍尔蒂直接当太上皇是吧？他说这条路线也有自己独特的国策，但是他一张图都没截，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国策啊。反正大家自己就看一下名字自己猜吧，我也猜不了什么了。我们直接快进到哈布斯堡王朝。首先介绍的这个哈布斯堡还不是 Otto 啊，是这个最后一位哈布斯堡统治者约瑟夫·奥古斯特总督。根据他这个国策的介绍，他是哈布斯堡的旧王啊，是最后一位督政王，给了 0.5 的适宜人口， 10% 的核心防御。你老给核心防御有啥用啊？不过下面这个制造战争目标的紧张度限制减了 40%， 方便我们倒车线早战了。然后是为了布鲁希洛夫攻势复仇。关于一战的几大战役大家应该也都了解，我就不多介绍了。这边是给了对苏联 15% 的进攻加成，还是挺有用的。然后解锁决议，建立一个乌克兰王国深造一个乌克兰出来。我之前觉得这次 DLC 数值给的挺保守的，没想到最后一个国策还是有点逆天了，起匹高马而来，直接给了 15% 的补给消耗，还有 10% 的攻防，这个数值一下子就叠起来了呀。然后81个国家扣100关系，直接买不到东西了。87个宣称，对7个主要国家的战争目标直接能宣战。
看样子这个国策应该是妥妥的战狂国策，我们点完之后可以一键宣战全世界了。这个国策的位置大概是在这儿，它和霍尔蒂县是共通的，也就是说默认我们这个约瑟夫和霍尔蒂都是战狂，是吧？到了最后是我们君主制并非最不重要的分支，奥托的奥匈帝国国策啊，终于到我们的 Otto 了。光看这个国策数就能看出来啊，它明显是国策最丰富的。奥匈县首先讲的是联合国策数，这个国策数不仅是奥匈可以用，还有奥匈组成部分的附属国，比如捷克、克罗地亚、伦巴第杠威尼斯啊，能放这么多国家出来吗？这些国家都可以来点这个联合国策数啊。还是那句话，越散越强，我们这个散装奥匈比合体的奥匈厉害。这个联合国策数大家玩过北欧联机应该都知道吧，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点的。我们奥匈如果散装成7、8个国家的话，那7、8个小国都在点这个给我们加 buff， 那岂不是直接起飞了？这边作者又开始偷懒了，只放图不说话是吧？我哪知道你这些图里面有什么语言啊？总之这个联合国策数它结尾是千年之联邦，然后奥托国策数末尾是帝国归一。帝国归一的话，它下面有说啊，罗马帝国归一是一个宣告复兴或重振罗马帝国意图的词组。这边解锁了整合帝国臣属决议以及在旧奥匈帝国领土上造河的能力啊，直接给我们解锁了造河，那还是挺离谱的。然后从上往下看的话，第一个圣斯蒂芬王冠领，这边是直接改名叫外莱塔尼亚王国，然后拿了几个核心。这边百度上直接搜了一张图啊，它直接就给外莱塔尼亚标出来了，就是匈牙利加上克罗地亚这么大吧，少一个达尔马提亚。这一个国策就让我们比其他几条线啊结尾的大匈牙利还要大了，那其他几条线岂不是白玩了？乌克兰射击兵送了我们几个9部，然后复辟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这个王国在1815年到1866年是帝国的组成部分，但在第3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被意大利给夺走了。要求复辟维德，维德的威廉亲王曾作为同盟国的盟友统治阿尔巴尼亚公国，但在世界大战结束时被这个埃哈迈德索古窃取了阿尔巴尼亚王位，我们必须立即纠正这个错误。神圣帝国，现在圣地已在耶路撒冷真正的国王控制之下，我们可以接触教宗并请他赐福，因为耶路撒冷王国终于恢复了。这是把这个耶路撒冷给打回来了吗？效果是奥托及其封臣将蒙教宗赐福啊，教宗还能给我们施法呀，不知道这是什么法术。如果能给我加个10士气1稳定的话，应该还是挺有用的。尽管奥地利开发日志中提到了许多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但实际上还有更多，其中包括西班牙的卡尔比乌斯、瓦西里维希瓦尼、托斯卡纳的约瑟夫斐迪南、墨西哥的玛利亚。在游戏过程中还会出现其他人物，例如波旁2西西里的斐迪南、维德的威廉、巴格拉基昂、不胜枚举。大概懂了，这次新 DLC 主角不是小胡子，是哈布斯堡。简单来看一下哈布斯堡县的分支啊，首先先拿一下王冠领，然后要求奥地利复辟，再保护捷克斯洛伐克，3元君主制，复辟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这是直接把威尼斯给抢回来吗？逆转复兴运动，直接给意大利打成散装了啊！再伸索一下圣城，圣城的话，这个时候应该在英国还是法国手上啊？直接要了是吧？伸索特南西瓦尼亚，匈牙利属加利西亚，重整斯洛伐克，复辟泰申公国。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泰申公国的位置大概在西里西亚啊，那可能德国和波兰都得还我一块地啊。左边这个分支就更夸张了，复辟大同盟、哈布斯堡同盟、
寻求与德皇结盟。这两个都是没有支线的，只有哈布斯堡能往下点，那肯定只能走中间这条了。最左边这个是加强马克西米利安什么什么宣称，是一个墨西哥的地图。然后哈布斯堡属波南，哈布斯堡于西班牙之上，要求复辟维德，重组乌克兰射击兵，乌克兰王国，复辟格鲁吉亚君主制。从下面的介绍以及这个国策的图标也能看出来啊，第一个应该是墨西哥，然后波兰、西班牙、阿尔巴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大概能吃这么多地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相比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我觉得欧头还是待在这个匈牙利比较好啊。强无敌的倒车线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眼批设的预制菜吧。经典的难怂民主线以及两条红线，只能说有公式写 DLC 是真的快，就好这口公式。南线的话不用想也知道啊，肯定又是搞什么多脑联邦了。然后红线的话，第一个讲的是轻国际共运的分支，也就是和苏联合作的。土豆烧牛肉是共产主义，减了 10% 的消费品。不对啊，你这个给公民发东西吃不应该是加消费品吗？怎么还能扣回来？那公民都光合作用了，你这个发的是啥呢？关于这个土豆烧牛肉我也查了一下，它是匈牙利共产主义，也称冰箱共产主义，是实施的政策旨在通过经济改革为匈牙利人民创造高生活水平，培养幸福感。这个名字源于匈牙利传统菜肴，它是一个隐喻，它代表了匈牙利共产主义如何成为一种混合意识形态，不再严格遵循前10年的马列主义。就连百科都说它是增加了消费品，那为什么这边是减消费品呢？有点搞不懂啊。另一条红线，库恩贝拉，此人与列宁关系很好，但险些被斯大林喂子弹，因此他将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在匈牙利建立工人的天堂。贝拉的最终目标，一如同时代许多匈牙利人一样，是为了重建匈牙利旧边境。这条红线除了要找个理由打苏联之外，还得重建大匈牙利，感觉是比另一条红线强一点。再往下就没了，给的这些将领都不怎么厉害。下一期是史实德国，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批设的预制菜啊。另外最下面这个机票我们点进去好像是可以直接买的，不像之前锁区了。177，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这个凝聚力啊？